真的回来了，回到了我18岁那年沈怀安登门提亲的日子。小侄对静云姑娘一片真心，今日特来求娶。可是这一次，沈怀安求娶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我的叔妹宋静云。40岁那年，沈怀安位极人臣，也给我挣来了1品诰命。我们是京城人人称道的夫妻，约定相守一生，白头到老。唯一的憾事，就是独子昭儿在5岁那年失足落水而死。静叔，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，他懂得轮回之术，可使你我回到从前。回到从前？你是说我们能回到昭儿落水的那一天，去救我们的孩子？是，这一次我们绝不让昭儿离开。小侄对静云姑娘一片真心，今日特来求娶。贤侄，你说谁？你想娶的是静书还是静云？静云。小侄爱慕静云姑娘多年，还望伯父成全。这静书也在后面，你们自幼相识，两家早有婚约之意，这怕是不妥。伯父，可否让小侄跟静书姑娘单独说几句话？静书，这一世我们不能再续夫妻之缘了。为什么？前世我们举案齐眉，相守一生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静书，我爱的一直都是云儿，只不过前世我拼命压抑了自己的感情。前世我最后悔的就是顾及门第出身和你成婚，却眼睁睁看着云儿郁郁而终，那是我的终生之憾。重活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违背自己的心意。可是我们的昭儿呢？她是你的亲骨肉，为了宋静云，你连昭儿也不要了吗？静书，都放下吧。那个孩子本就不该来到这世上。娘亲，爹爹什么时候回家？我要写好字给爹爹看。爹爹。好，既然你觉得那是本不该有的累赘，那便如你所愿，我们都放下。静书，这辈子我们各自安好，也祝你早日寻得真心相爱的夫君。沈怀安，原来你所谓的深情，竟是我20年的错付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等你了。大小姐，沈公子刚才说要改娶2小姐，这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啊？既然他想娶，那就让他娶。沈怀安要迎娶叔妹的消息，恐怕这会儿已经传遍全府了。云儿，咱们终于熬出头了。沈怀安如今日后定是前程似锦，你嫁过去就是正房夫人。娘，我真的没想到沈哥哥会当众提亲。这次也叫那宋静书丢尽了脸面。这些年，我在外舅那里都听说了，爹找个瘦马登堂入室，让宋家沦为整个京城的笑柄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许再碰管家权。小姐，沈公子变心求娶庶出，您竟然还要亲自给他们操持婚礼。如今我长着家中事，这场婚事我不安排，旁人又怎能周全妥当？看了一上午礼单，只觉得心神疲惫，陪我去花园散散心吧。是，小姐。云儿，娘早就跟你说过，以你的才貌，只需在沈公子面前露两面，定能勾走他的心。多亏了娘的安排，我和淮安哥哥见面的那2次，姐姐也在场。当时我好紧张，生怕被他看出端倪。宋静书自诩出身好，端着贤淑的架子，实则跟块木头似的蠢笨不堪。这世上的男人但凡长了眼睛，在你和他之间，谁会愿意娶她？不过出嫁前，你断不可招惹他，咱们还得哄着他，多给你出些价值。女儿省的。记忆中，宋静云确实见过沈怀安2次。姐姐，这是我绣给爹爹的寿礼，刚才不小心弄污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莫哭，不过是个物件，到时候库房重新挑件中意的送给爹爹。
沈公子，能帮我折一支梅花吗？爹爹最喜欢梅香了。静书，你出来了，我给你买了琉璃灯，去看看喜欢吗？大小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可让奴婢好找。那个柳姨娘刚才差人来问，能不能把南郊的庄子也给二小姐做嫁妆。奴婢觉得柳姨娘有些过分了，那庄子可是夫人的陪嫁，每年的收成能卖不少银子呢，怎么能给二小姐？确实如此。走吧，回屋，我得再好好斟酌斟酌那份嫁妆单子。因为娘亲去得早，我在外祖家长大，外祖父和舅舅是名满京城的清流，家风最是清正，从未有过妾室之乱。在舅母的指导下，我学的是管家理账，主持中费，却唯独在男女之情上反应迟钝了些。前世，我看不出沈怀安早就对宋静玉生了情愫，甚至把他20多年的清冷书呆当成了夫妻间的相敬如宾。重活一次，才算真正看得明白。沈家是京城数1数2的世家大族，沈怀安更是嫡子嫡孙族中的翘楚。妾身想给云儿多备些嫁妆，不让她被沈家看低。可大小姐备的东西实在是让云儿难堪啊！静书，我知道对于这门婚事，你心里不自在，可这关系着宋家的脸面，你怎能如此不识大体？原来姨娘也知道二妹是庶出，那你还哭闹什么？给爹爹惹祸吗？上个月，首府李阁老的庶女出嫁，我比照着李小姐的嫁妆单子给二妹置办。姨娘是想让爹爹压过李阁老吗？就不怕御史们参爹爹一把？可是……什么可是但是？果然是娼妓出身，没有半点见识，只会平白给我惹祸。唉，静书，爹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放心，爹定会给你寻一门更好的亲事。是，全凭爹爹做主。其实我知道刚刚柳姨娘想说什么。表面上宋静云的陪嫁跟李小姐一样，实则相去甚远。同是庄子和铺子，也有赚钱亏本之分。我给宋静云的，要么经营不善，要么掌柜难缠，我终归不会顺了她和柳姨娘的意。婚礼事宜按部就班的进行，我闲了也会出门去看看那些铺子。掌柜的，这是我连夜抄好的书。自己有些潦草，不能给你原定的价钱，而且你这种写法最费墨，还得多扣你些墨钱。那可以结多少钱？30万。写成什么样？给我看看。好一手秀雅飘逸的字。竟然是他，林燕。林燕，此人不除，我寝食难安。林燕，前世宋静云的夫君，也是沈怀安恨到骨子里，想方设法弄死的人。他现在虽家境贫寒，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可没记错的话，来年的乡试他就中了举，之后更在殿试中成为本朝最年轻的探花，前途无量。爹爹绑下捉婿，相中了他，而且他出身寒微，只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。宋静云嫁过去就能当家做主。成婚后，林燕的才学深受皇帝赏识，屡被擢升。若没有后来的变故，只怕也能入阁拜相。这位小姐，可否给在下结账？在下还要赶去药铺抓药。去账上给这位公子支50两银子。是。无功不受禄，小姐这是何意？都说人如其字，我从这些字中看出了公子的才学。科考在即，公子还是不要为生计奔波，安心备考。等你一朝中第，入朝为官后，
再想着还我这50两的人情吧。在下林燕，谢小姐大恩，敢问小姐尊姓大名？宋静书。大小姐，角落里似乎有人一直望着咱们。林燕，这一世你的路定会比前世更顺遂。淮安哥哥，快闭眼，我的鬓发乱了，好丑。云儿若丑，这世上就再没有好看的女子了。前世我和沈淮安夫妻20余载，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他。果然爱与不爱，天差地别。姐姐，你何时来的？静书，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。淮安哥哥，还是别说了，是云儿命苦，别让姐姐为难。别怕，凡事有我，先回去歇息，我晚些时候再去找你。静书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你知道的，沈府的后宅一向复杂势力，云儿嫁过去恐会受委屈。我打算请宋伯父抬柳姨娘为平妻，让云儿以嫡女的身份出嫁。你母亲病逝多年，宋伯父一直没续降，就是怕你外祖家有微词。此次抬柳姨娘的事，还请你去说服你的外祖父和舅舅。沈淮安，你好歹也是活了2世的人，怎么跟那对母女一样，做起了春秋大梦？等等，这一世希望你能活得通透些，帮我此事，我也会知你的情。若你不答应也没关系，等到我做首辅那天，一样可以给云儿嫡女的身份。只不过到那时，你是什么身份就不好说了。你，大小姐，有位姓林的公子想见你，他一大早就来了。外面风大，老奴看他衣衫单薄，就让他进来了。林燕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宋小姐，我给你带了家乡的小食，是我娘做的，粗陋了些，你别嫌弃。你怎么会跟他有来往？放手！前世他娶了云儿，却卖妻求荣，把云儿献给荒淫的齐王，最后害得云儿惨死。这种畜生，我该千刀万剐！我和谁来往跟你无关。倒是我那好妹妹很不放心你与我单独见面。云儿，做了什么？让我尝尝。宋小姐，我是不是贸然前来打扰了你？没有的事。你母亲好些了？这些日子用了山参调养，娘的病大有起色。宋姑娘的大恩，在下没齿难忘。原来她把那50两银子都拿去给母亲买了老参参，难怪这么冷的天，她连件御寒的厚衣裳也没舍得添置。原来青州的点心这么好吃。宋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祖籍青州？糟了，我是上辈子在他临行前才知道他是青州人的。林燕，你我同床数载，我知你品性高洁，但王法无情，今日我不得不斩你。皇上开恩呐！林大人在青州5年，救民于水火，他是大好人啊！林大人疏通水渠，让我们有了饭吃，求皇上念在功劳，从轻发落吧。将这些乱民全部拿下！诸位父老乡亲的恩德，林某铭记于心。可若大家因我受了牵连，黄泉路上我又如何能安心？都回去吧，再有2个月，麦子就熟了。今年疏通了水渠，定能有个大丰收。大家回去收了麦子，过个好年。林某死也瞑目了。行吧。林燕的案子会不会另有隐情？
今日在刑场上，我看他不像是会谋反的人。那你看他像什么人？你难道忘了静云是怎么死的了吗？林燕卖妻求荣，卑鄙无耻，我恨不能将他凌迟，是陛下宽仁，才判了斩首。静云是你的亲妹妹，你竟然为那个畜生说话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宋小姐，宋小姐可有什么心事？若是如此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等等，你母亲做的点心真好吃，为表谢意，我有一份回礼，公子请随我来。这就是我外祖父的藏书，舅舅当年科考时也曾仔细研读，后来被我爹借了来，却一直束之高阁。我看公子才情过人，这2本书不如今日就借给你吧。这是书院的先生提过多次的书，又一直感慨千金难求。宋小姐，我那就拿回去看得仔细些。不过先说好，只是借，等你以后高中了，可是要还我的。在下定不负小姐厚望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姐姐，他是谁？云儿，过来，离他远点儿。我才不要理你！云儿，那是舍妹和她的未婚夫婿，家世纷杂，让林公子见笑了。宋小姐言重了，是在下贸然前来，多有叨扰，还请小姐别见怪才是。静书，请留步。沈公子有何事？你今日主动和我说话，我怕二妹看见了又不高兴。云儿和你不同，她心思细腻，敏感多思，偶尔会与我闹些小脾气，但也正是这份灵动最动人心。重活一世，我才明白与心爱之人相处是何种滋味，酸涩甜蜜，牵肠挂肚，却又令我甘之如饴。静书，那天我是真心实意的愿你找到相爱的夫君，你切不可因为怨恨我娶了云儿，就故意去招惹林燕那种卑贱之人。沈怀安，你竟然自作多情到了这种地步！多谢沈公子好心提醒，沈公子的良苦用意，我心领了。也祝你和二妹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一拜天地。3月3日嫁娶，婚礼如期举行。这一世，沈怀安终于如愿以偿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宋大小姐，你这妹妹真是好福气，沈公子这般才俊，竟这般急着迎娶。是啊，听说那聘礼抬了半条街呢。是。宋小姐，我家老夫人请您去一趟喜房。既然老夫人有请，定是有要事。宋家真是好家规，新娘贴身带着这种肮脏东西，当真是给沈家丢尽了脸。宋大小姐，你家就是这样教养女儿的吗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咱们沈家这迎亲轿子是进了妓馆。上辈子我作为儿媳跟他打了20年交道，最是了解他这人强势刻薄，极不好伺候。这春宫图8成是柳姨娘私下塞给宋静云的，却不知怎么被人搜了出来。现在沈老夫人给宋府扣了这么大的罪名，连我的闺名也一并毁了。二妹，先别哭了，你仔细想想，今日梳妆时被何人近过身？二妹，事关你和整个宋家的情绪，你可得仔细想清楚了，这东西到底是谁塞给你的？二妹，事关你和整个宋家的情绪，你可得仔细想清楚，这东西到底是谁塞给你的？是张嬷嬷和王嬷嬷，梳妆时他们一直围着我，
真是大胆刁奴，竟敢做出如此构陷主子、毁坏门风之事。夫人，请看，二妹素来是玉洁冰清的闺阁小姐，哪见过这种东西，定是一时不慎着了奴才们的道。况且今日已拜了堂，二妹便是沈家的媳妇，这事若闹大了，两家颜面何在？不如寻个借口发落了那2个奴才，对外只说是他们手脚不干净，保全沈家体面。母亲，到底出了何事？淮安哥哥，我好怕。有什么事，母亲尽管来找我，不要为难云儿。罢了，就依宋大小姐的意思，将那2个陪嫁奴才重打20巴掌，立刻发卖出去。不要，那是我的。唉，淮安也不知怎么鬼迷心窍，非他不娶。宋大小姐，你才是我一直中意的媳妇儿啊！淮安哥哥，你看我这身打扮可还合意？云儿自然是天姿国色，这京城的女子谁能比得上你？成亲后，宋静云便频频出门应酬，凡是有聚会宴席，她都会盛装出席。她本就生得极美，精心打扮之下，更是光艳动人，令席上的其他女子都失了颜色。这就是沈家新娶的那位，这装束未免有些过于隆重了，倒像是要抢长公主的风头。不过是个庶女出身，即便嫁了高门，到底还是眼皮子浅。这位长公主是当今陛下的胞姐，尊贵无比。当年陛下继位上尚年幼，有长公主摄政。一晃多年，在陛下了亲政的年纪后，长公主又主动放权还政，下嫁驸马，相夫教子。因此陛下极其敬重她，时不时与她商讨朝堂之事。公主，兵法云：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。朝堂之争亦如棋局。沈夫人见地独特，不仅通晓琴棋，竟对边陲兵法也颇有研究。那沈淮安的内子是个难得的通透人，沈淮安此人想来也有几分治世之才，兵部那个缺空便留给他吧。前世也有这场宴会，我事先准备了许久，终于得了长公主的青睐，私下里为沈淮安说了几句话。有了长公主的举荐，沈淮安才在兵部谋得一个重要职位，那是他前世权倾朝野、平步青云的起点。宋静云也费尽心思想讨长公主欢心，想必来之前沈淮安给她交代了什么。可长公主何等身份，寻常卖梦乖巧的手段如何能入得了她的眼？长公主殿下早年摄政，心怀天下，最厌虚浮之气。她喜好古朴苍劲之作，尤其是那首《乌江吟》，因其有金戈铁马之气。孙女明白，但我如今看宋静云，她又如何懂得这些深意？宋静云数次上前卖乖，长公主都不甚在意。殿下向来精通音律，不知近日可得了什么新鲜乐谱？这些年来看遍了京中繁华，本宫最喜欢的却还是那首《乌江吟》。长公主殿下，臣妇不才，正好会弹这首曲子，愿为殿下抚琴助兴。哦，沈夫人竟有此心。来人，去把本宫的那把绿衣拿来。绿衣，那可是天下名琴，多少文人剑客求见一面而不得。我好像听过这曲子。哼，年初安庆侯的世子一掷千金捧一个乐伎，那乐伎为了勾魂，就总弹这曲子，叫什么五行林。沈夫人当真是好大的本事，竟然把长公主府当成什么地方了，竟弹这种下三滥的曲子。臣妇无知，求长公主恕罪。罢了，退下吧。
本宫乏了，今日便散了吧。云儿，怎么了？不是去抚琴了吗？淮安哥哥怎么办啊？我真的不知道那曲子不对，那个乐房的，我以为那是高雅之音。费尽心机才得来的机会，竟然被一曲音词验调给毁了。长公主最厌此道，这下仕途。静书，你和云儿是亲姐妹，在外本该互相扶持，今日你为何眼睁睁看着她出丑？沈公子，你若不信，大可以去问问殷勤的主动的要参加让长公主献曲，那种机会难得，我做姐姐的怎能阻拦她的远大深程？况且谁又能想到，她竟把《乌江吟》弹成了乐坊的曲子，这种才情确实让宋家大开眼界。听说了吗？沈家那位新夫人在长公主宴上把英雄曲弹成了勾栏调。还有，听说她还在宴上出了好大的丑呢。小心点儿，别碰着。正月初2是回门的日子，柳姨娘一早忙忙碌碌，各处张罗。云儿，沈女婿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沈女婿这一年辛苦了，听说沈老夫人身子骨还健忘，沈府后宅那些事儿，我们云儿没少受累吧？劳姨娘挂心，府中一切安好，云儿温婉，母亲也是慈爱之人。沈怀安淡淡的笑着，一一作答，挑不出半点毛病。可我对他再了解不过，能看出他心中也很不耐烦。宋伯父，府中还有些琐事处理，小侄便先行告辞。怀安哥哥，我好不容易回趟家，想跟娘亲多说会儿话。好，那我等你。沈大人，您多吃点儿。一直到傍晚，宋静云也没从柳姨娘的房中出来，恐怕还要再招待他们一顿晚饭。小翠，随我去厨房打点一下晚宴。是，小姐。静书，能说几句话吗？说什么？静书，先前我让你说服你外母家同意抬柳姨娘做平妻，是我做错了。柳姨娘的见识品行，实在不堪做一家主母。云儿从小跟着她长大，确实短了些见识，也不善理家。成婚1年多来，她和我母亲多有瞎语。我平日令政务繁忙，还夹在他们中间，实在是身心俱疲。静书，前世你和我母亲相处甚好，能不能请你往后多去我家走动，教一教云儿？我在此谢过，不胜感激。沈回安，是你自己说的，这一世各自安好，我又凭什么要帮你？我二妹本就忌讳你我相处，妹夫以后还是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淮安，听闻吏部最近有个空缺，你可有打算？大小姐，林燕林公子在府门外，想见您一面。他怎么来了？还不快把他请进来！父亲，女儿有些不适，先行告退。好久不见，林公子，还没恭喜你在乡试中了举，一跃成为了举人老爷。多谢宋小姐。
我娘曾去南山的佛寺里许愿我能中举，年前刚去还了愿。她说那寺里的佛祖甚灵，就为你求了一枚平安符，愿宋小姐一生顺利，平安喜乐。心中感激，劳烦林伯母惦记，替宋静书求了这么好的福。林公子，请代我好好谢谢林伯母。宋小姐，其实是我特意嘱咐娘亲，专门为你求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更要谢谢林公子了。不客气。林公子，今年殿试面对圣上，可千万别像现在这样，连话都说不利索。那怎能一样？宋小姐，别再取笑林燕了。回想成婚前，沈怀安还口口声声说心爱之人闹些小脾气是甘之如饴，这才1年多光景，他便连哄都懒得哄下去了。林公子若还有空的话，可以去书房看看，可还有想读的书，上次借给你的那几本，若有不解之处，也可以去翻翻其他的著书。多谢宋小姐，在下定当仔细研读。今年殿试，皇帝钦点林燕做了状元。听说这状元公家门槛都快被媒婆踏破了，可他一个也没应。正是，状元公说了，要全心报效朝廷，暂无成家之意。前世他是探花，就被许多人相中，这一次他成了状元，更是前途似锦。此子文章不仅文采斐然，更有经世致用之才，实属罕见。静书也是觉得此人是难得的清流，才斗胆举荐。放心，这般良才我会替圣上留意着，悉心栽培。宋家就是这么教女儿的，不知羞耻，顶撞婆母，就在这跪着反省。孩子没保住。云儿怀着我的骨肉，你明知道她有孕，为何还要罚她下跪？那可是你的亲孙子！你竟敢为了那个狐妹子跟我这么说话！她不知规矩，我教训她有何错？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！快来人啊！大少爷疯了！大少爷把老夫人推倒了！若云儿有个万一，我绝不罢休。听说了吗？沈家那位标榜礼仪的沈怀安，为了个小妾，把亲娘给推下台阶了。哎呦，这可是忤逆大罪啊！平日里看他温润如玉，没想到是个色令试婚的畜生。沈怀安这次算是栽了，那兵部侍郎的位置，他想都别想。何止侍郎，御史台那帮老家伙已经闻风而动了。臣等联名上奏，沈怀安不忠不孝，败坏纲常，实乃读书人之耻。沈大人，这是吏部的任命。鉴于近日流言蜚语，有损朝廷清誉，原定的兵部升迁暂缓，改为留任原职，闭门思过半年。暂缓，闭门思过。
我这2年的苦心钻猛，就因为这点家事，全都毁了。沈爷，您慢点喝，奴家陪您再满上一杯。喝！什么功名利禄，什么家规门风，全是放屁！那不是沈怀安吗？昔日的谦谦君子，如今竟成了这副德行。家破人亡，仕途尽毁，他不疯谁疯？小姐，沈家那边传来消息，沈公子如今日日混迹在青楼，连家都不回了。这都是他自找。爹，你要为女儿做主啊！沈怀安他现在天天宿在烟花之地，连家都不回了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！当初死活要嫁，如今自己拢不住男人，跑回来哭有个屁用！丢尽了宋家的脸！爹，哼！云儿别怕，娘是过来人。那些风月女子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不就是那些勾人的招数？娘当年怎么在扬州出头的，如今都交给你。只要学会了，定能死死拴住沈怀安的心，让他再离不开你的床。不错，柳姨娘就是这么说的，还说要教二小姐那些不入流的本事呢。不错，这是赏你的，以后继续留意那边的动静。谢大小姐，奴婢一定事无巨细，都给您打听得清清楚楚。自从知道柳姨娘暗中安排宋景和沈怀安私会，我便明白之前是自己疏忽大意了。现在她那里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，我都能了如指掌。重活一世，断不能再被人算计利用。唉，静书已晃到了你19岁的生辰。唉，这几年爹为你相看了多少人家，你总是不冷不热。女儿家终归要嫁人，眼光不要太高，免得蹉跎了大好年华。爹，静书觉得现在的日子挺好，不想提那些。这几年爹回绝了无数提亲，倒不是我眼光高，而是经历了前世，我再没有嫁人的心思。舒儿，随我去书房，我有要事与你商量。舒儿，昨晚一个与我素来交好的御前太监传出消息，皇帝准备选秀了。选秀？陛下年过40，已多少年没有选过秀了？这次不一样，开春以来，陛下龙体欠安，太医诊治过也不见好。皇后说宫里久不见新人，少了些鲜活气，就提出选秀，暗有冲喜之意。陛下也同意了。舒儿，你的年纪刚好在入选之列，若不想进宫，就要在圣旨叫来之前嫁出去。选秀，若是进了宫，这辈子便真的身不由己了。可是仓促之下，宋静书又能嫁给谁？舒儿别急，我这里倒是有个人选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谁？林燕。我其实已探过林燕的口风，她亲口允诺，只要你愿意，她就立马准备婚事。这2年，林燕在吏部任职，我暗中观察，发现她才学人品，捐出类拔萃。你们成亲，倒也是一段好姻缘。准备婚事，
好姻缘。舒儿，事出紧急，圣旨恐怕就在这2日，嫁或不嫁，你尽快拿主意。我嫁。好，你爹那边由我去说。此次我亲自做媒，定会给你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。看着府里为婚事忙碌的下人们，我仍有些恍惚。怎么这一世会嫁给林燕？可除了她，放眼京城，我竟也再无一人想嫁。小姐，姑爷来看您了。姑爷这次又带了什么新鲜东西？我看他就是找理由见小姐，巴不得日日都来呢。静书，看看这盏灯，喜欢吗？前些日子灯会没挑到好的，我便想着亲手做一盏送你。快看，这灯上的女子不正是小姐吗？画得真好，连神态都一模一样。原来小姐的模样都被姑爷记在心里了。两世为人，我从没收到过这样用心的礼物。活都干完了，围在这儿做什么？还不快出去！我很喜欢这盏灯，谢谢。静书，嫁给我真是让你受了委屈。我应该感谢你才是。为了不进宫选秀，我仓促间要你娶我，这京城上下谁人不知？真论起来，还是林公子你受的委屈更多些。其实我是……啊，大小姐，老爷请林公子去一趟书房。林燕入世2年，官阶虽不高，可深受陛下赏识，前程行锦。爹对她也很是满意，时不时与她谈论些正事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奴婢看到二小姐在西院的凉亭坐了许久，像是在等什么人。她坐了快1个时辰了，谁也不理，就一直盯着路口看。西院的凉亭，我略一想就明白了，那是林燕离开书房到我这的必经之路。叶生长，带我去那里瞧瞧。是，大小姐。小姐，您看，自落了胎，宋静云便隔3差5不舒服，不是头疼就是胸闷。沈老夫人先总往家里请大夫会气，让她回娘家调养。看来宋静云是坐不住了。姐夫，姐夫，能帮帮小妹吗？沈夫人有何事？姐姐新婚在即，我想亲手送她一幅百子图，可昨晚修到半夜不小心睡着，百子图竟被灯芯烧了个洞。姐夫，能不能帮我跟姐姐说说情，让她别责怪我？沈夫人自己去跟静书说吧。静书聪慧大度，向来通情达理，定不会责怪你的。可是姐姐她嫡庶有别，姐姐她向来不喜欢我，心里也是看不起我的。静书不会，静书不会。我和静书相识时，我尚且一穷二白，只能靠抄书为生，她也没有半点瞧不起我。她若是不喜欢沈夫人，想必是沈夫人先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。告辞。我这是怎么了？
是害怕宋静云故技重施，又一次勾引走我的夫君，还是在庆幸林燕刚才那样维护我？站住！从今日起，断了二小姐日日要喝的参汤。大小姐，这二小姐身子虚，柳荫我的话你听不明白吗？大小姐，不过是每日2钱参，能有多少银子？你这说断就断了！你这样对待亲姐妹，未免太刻薄了些。姨娘也说用不了多少银子，为何不找沈家要？二妹是沈家的媳妇儿，哪有在娘家一住数月，吃穿用度连带吃药都要娘家出钱的道理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二妹是被沈家写了休书，撵回了家。我知道姨娘在想什么，你定是觉得我出嫁在即，这个家迟早落在你手里，对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以为爹爹选好了继配。那位夫人是我舅母的手帕交，出身名门，新婚不久丈夫就战死沙场，她守节多年，孝顺公婆，照料小叔，名动京城。如今皇后娘娘亲下懿旨褒奖，允她再嫁。爹爹与她见了一面，便满口答应了。过些日子，爹爹要亲自去送聘礼。前世我出嫁后，便是找了那位夫人做继母。这一次我提前布局，事情办得更加顺顺利利。那位夫人持家有道，性子爽利泼辣，有她在，柳依江这辈子都休想在宋府翻起任何波浪。直到爹爹要续齐的消息定死，柳姨娘终于再没了任何心气。宋静云的婚事成了柳姨娘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光彩。她生怕时间久了沈家会送来休书，急忙催着沈怀安来接人。沈怀安重生回来3年多，官位不升反降，这辈子与上辈子相比，差的实在太多。静书，你怎么能嫁给林燕那种人？现在退婚还来得及。你忘了前世林燕是怎么卖妻求荣的吗？你难道不害怕早晚有一天，林燕也会像对待云儿那样，把你献给齐王吗？如果宋静云并不是林燕献给齐王的呢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宋静书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嫁不嫁是宋静书自己的事，与沈公子无关。你有这闲心，不如去管管宋静云，让她别再随意勾引男人。公子，有一事，奴才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方才奴才无意间听宋府的小丫鬟嚼舌根，说二小姐近日在西苑凉亭主动拦着林状元搭话，姿态亲昵，百般示弱，还被人瞧了个正着。林燕，又是林燕，我视若珍宝，不惜背弃前世姻缘也要护着的云儿，竟会主动去攀附那个我恨之入骨的男人。去查，把宋静云回娘家这些日子所有行踪一一查清楚，半分不许遗漏。说，查到了什么？公子，查清楚了，二小姐并非指今日失态，
自回宋府调养以来，借着赴宴散心的游程，私下多次在外与京中权贵子弟、青年才秀搭话。当月曲江宴，就连几位世家公子的诗会，他也想方设法露面，言语逢迎，姿态殷勤。宋静云，我以为她是柔弱无辜的白月光，为了她，我不惜负了禁书，弃了前世情分，弃病母亲，甚至赌上仕途。可到头来，她竟如此不知廉耻，在我背后四处攀附，周旋于各色男人之间。好得很。云儿，回了沈府，继续用娘教你的法子。那沈怀安最吃你这一套，只要笼络住他的心，沈家那些老东西也不敢拿你怎么样。娘放心，女儿省得。你要懂得，男人的心就像沙，你攥得越紧，他跑得越快。都算计好了，只要你成了他的人，他就再也离不开你了。怀安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是谁惹你生气了？告诉云儿。滚开！贤婿，这是何故？云儿她身子弱，你可别吓着她。这里没你的事，滚出去！怀安哥哥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竟这般对我？做错了什么？宋静云，你自己看，你还有脸问我？不是的，怀安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上面写的都是误会。我只是在园子里宴会上偶然遇到他们，不过是碍于礼数客套几句，断并无别的心思啊。怀安哥哥，你要相信云儿。客套几句，在西苑凉亭，你不知廉耻的主动拦着林燕搭话也是客套。你借着调养名义四处赴宴，在权贵子弟面前言语逢迎，姿态殷勤，这也是客套。我为了你，不惜背弃与静书的婚约，让他沦为笑柄。我为了你忤逆母亲，毁了我的名声，连仕途前程都成了投影。我满心妍妍，只想护你周全，以为你纯良柔弱，是我此生唯一的救赎。可你呢，宋静云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我又能如何？沈怀安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如今仕途不顺，在朝中被人排挤，沈府那老太婆日看我不顺，非打即骂。我若不为自己打算，难道要陪着你在这烂摊子里任人欺凌一辈子吗？我攀附他们，不过是想为自己寻条后路。若你能像前世那般位极人臣，护我一世安稳，我何须如此费尽心思去讨好别人？这就是我赌上一切也要守护的女人。她口口声声的爱，竟然全是建立在我能不能给她荣华富贵之上。后路，原来你所谓的后路，就是背着自己的夫君去勾引别的男人。宋静云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你这种虚荣、自私、不知廉耻的女人。前世我悔恨错过你，今生重来一次，我才真正明白，错过你才是我最大的福气。沈怀安，你有什么资格骂我？你以为你有多清高？若不是你没用，护不住我，让我受尽委屈，我何至于此？你走啊，走了就别回来！沈怀安，你这个废物！贤侄啊，快请进！各位大人，里边请。好大的排场，连长公主殿下的銮驾都到了。舅舅果然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京城里的世家权贵都来了，
连长公主殿下也参加了典礼。静书，久等。虽然两世为人，对将要发生的事再清楚不过，却还是莫名有些紧张。静书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千般不愿，万般委屈。我虽娶了你，却不愿做那等强人所难之事。若你真的不愿，我可以……谁说我不愿意了？静书，这青州的如意糕，面得揉得劲道，捏出来的花样才不走形。母亲教的仔细，静书总觉得这味道里带着清甜。婚后的生活很平静，婆母林母跟前世那个强势刻薄的沈老夫人比起来，简直是菩萨心裁。你李家辛苦，白日里陪我说说话，做做针线，我这心里啊就跟喝了蜜一样，竟让我有了和亲生母亲在一起的幸福感。这种日子是前世想都不敢想的。每到傍晚，我竟会有些魂不守舍，心中抑制不住的想念林燕，盼着她能早些下朝回来。这种感觉在上辈是跟沈怀安20多年的日子里从未有过。那时候的我只觉得相敬如宾是理所应当，却不知真正的爱是这般牵肠挂肚。小姐，雨下大了，咱们没乘车，前面有个茶馆，快去避避吧。听说了吗？沈家那位沈怀安这次可真是豁出去了。何止是豁出去，为了巴结齐王殿下，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宋静云送进王府做了侍妾。我曾见过沈夫人一面，当真是生得花容月貌，美丽动人。沈怀安竟然舍得。男人为了权恋，有什么不舍得的？现如今陛下年事已高，齐王和晋王2位殿下明争暗斗，沈家这是看准了齐王势大，明显是拿女人换前程，站在齐王这一边了。前世沈怀安说是林燕卖妻求荣，这一世真相大白，原来真正为了权势不择手段卖妻求荣的人，一直都是沈怀安自己。宋静云，你费尽心机抢走的男人，终究还是把你当成了交易的筹码。静书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被宋静云那个贱人迷了心窍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静书，求你看在曾经20多年的夫妻情分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知道你重生回来是为了昭儿，前世你就是在这个年纪生的昭儿。静书，你跟林燕和离，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们再把我们的昭儿找回来，好不好？沈怀安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当初是你亲口说昭儿不该来到这个世上，现在你又像条狗一样在这里摇尾乞怜。沈怀安，你可真是没意思透了。宋静书，那你嫁给林烨难道是因为爱他？你一直都知道的是不是？你知道前世是宋静云主动勾引齐王，并不是林烨卖妻求荣，可你不告诉我真相，你任由我把他害死，你手上也沾了他的血，所以你内疚，你想补偿，你才嫁给他，倾力扶持他，是不是？前世林燕死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真相，直到5年后爹爹病重，弥留之际才告诉我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爹说在林燕和宋静云议亲时，林母病重，是爹用一根老参为林母续了几年命。宋静云勾搭上齐王后，爹以救母之恩相别，要林燕替宋家遮丑。林燕为了还那根参的情，答应了，至死她都没有辩解过一句。可笑我知道后，还担心你沈怀安会内疚，才没告诉你真相。
我只瞒着你，在寺里给他们母子供了牌位。今日我言尽于此，你若再来纠缠，我便告官，咱们衙门见。林燕来了多久了？那刚才我和沈怀安说的那些关于前世、关于那个牌位的话，他是不是都听到了？回去吧，娘在家等不到你，急得不得了。刚刚你都听到了，那你问吧，我都告诉你。静书，你是因为内疚才嫁给我的吗？静书，是我不好，没能让你在最好的年华嫁给真心喜欢的人。但我会一直努力，总有一天我会真正走进你的心里，好吗？其实你已经在我心里了。舒儿，快尝尝，这是我今早新做的青州酥饼，你平日里最爱吃的。舒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肠胃不舒服？舒儿，你这个月份莫不是有了吧？快，小翠，快去请大夫！恭喜夫人，确实是喜脉，而且老朽诊得夫人脉搏强健，胎儿甚好，只需多加调理即可。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你跟燕儿刚成亲时，我就去南山寺里许过愿，祈求佛祖保佑你们早生贵子。今天这愿可该去还了。让母亲担心了，母亲先莫激动。南山寺路途有些远，山路崎岖，您近来身子不好，还是我去吧。那怎么行？你现在可是双身子的人，头3个月最是金贵，可得留在家里好好休息。母亲放心，大夫方才也说了，胎儿很好呢。而且这几日总觉得屋里闷得慌，有些胸闷，正好出去透透气，散散心，对孩子也好。你这孩子性子也是倔。小翠，快去命人备车，挑最稳当的那辆，多铺几层软垫。是，老夫人。一路上不准赶得太快，遇到水坑泥泞要绕着走。若是颠着了夫人，我拿你试问。老夫人放心，奴才定会照看好夫人，绝不敢有一丝马虎。母亲快回屋吧，静静去就回。是。若是林燕下朝回来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。刘叔，怎么了？
静书，你终于醒了。沈怀安，这是哪儿？你要干什么？别怕，我带你去见那位高人。什么高人？你在发什么疯？就是那位送我们回来的，懂得轮回之术的高人。等我找到他，求他再施一次法，让我们再回到过去，一切就能重新开始了。静书，到那时，我们直接成亲，避开宋静云，生下昭儿，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过一辈子，好不好？两世为人，沈怀安，你还是这么自私虚伪。你的执着，从来都只是为了填补你自己的遗憾。这是我出门时随身带着以备不时之需的。临宴的人很快就会到。没用的，静书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那位高人的道场就在前面不远，我会在林烨赶来之前找到他。再快点，直接冲进林子！虽然毫无胃口，却还是不能在这。为了腹中的孩子，我绝不能先倒下。孩子，我们会平安的。沈怀安，放了静书！林烨，静书别怕，我来了。退后！都给我退后！宋静书，你难道真的要置我于死地？怀安，你先放了我，我在这里发誓，只要我平安回去，我绝不让林烨追究你今日的绑架之罪。放了你，那谁能放了我？宋静书，我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，我的仕途，我的名声，全都没了。就在京城大街上，所有的人都在骂我、嘲笑我、看不起我，我是沈家的耻辱，是整个朝堂的笑柄。既然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，那你就先去死吧！不要！林烨，林烨，静书，静书，没事的，静书别怕，我这就带你回城，我带你去找全京城最好的大夫，你会没事的。林烨，我是烧得迷糊了吗？为何我觉得那里并不怎么疼？是他救了你。林烨，是你跟婆婆救了我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还有孩子，我们终于能好好的过一辈子了。宋静云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和齐王勾结，卖主求荣！闭嘴，疯子，竟然公然咒骂王爷！齐王，你以为你位极人臣，你们这对狗男女早晚会葬身火海，不得好死！大火，好大的火！宋静云，你在叫吗？你在齐王怀里叫的那么欢，等火烧过来的时候，看他还救不救你！你们都要死！齐王那畜生，他要把你们都烧死！哈哈哈哈！葬身火海，一个都跑不掉！
这沈怀安是真的疯的没边了，满嘴谣言。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要是传出去，咱们都要掉脑袋。赶紧去禀告齐王府，让他们来处理这个疯子。王爷，那沈怀安在狱中胡言乱语，咒骂王爷和侧妃娘娘，言语极其难听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王爷与娘娘是狗男女，还说早晚会葬身火海，不得好死。王爷，那沈怀已经疯了，他这是临死拉垫背的，故意毁坏王爷的名誉，您可千万不要信他的胡言乱语啊！王爷，那沈怀已经疯了，他这是临死拉垫背的，故意毁坏王爷的名誉，您可千万不要信他的胡言乱语啊！妖言惑众，竟敢诅咒本王！传本王令，沈怀安不思悔改，竟敢以妖言惑众之罪祸乱人心，命人即刻提审，不必入卷，直接拖到闹市口，给本王绞死！宋经书，我看到了，火光通天啊！齐王，我在下面等着你。沈怀安妖言惑众，咒骂皇亲，罪无可恕，行刑！齐王府，好手段。沈怀安妖言惑众，咒骂皇亲，罪无可恕，行刑！齐王府，好手段。小姐，刚刚传来的消息，沈怀安在闹市口被齐王命人绞死了。报！启禀王爷，齐王余党已尽数肃清，禁卫军已重重包围齐王府，插翅难飞。本王这位皇兄机关算尽，终究还是败了。但齐王本人也没能得意多久。晋王，你想要本王的命，本王宁可化为灰烬，也绝不入你的囚牢。王爷，救救云儿，咱们投降吧，王爷，晋王不会杀我们的，求求你了。沈怀安那疯子说的对，葬身火海，大家都葬身火海，谁也别想逃。放我出去，怀安哥哥救我！姐姐，姐姐救救我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第二年，他在楚军之争中败给了晋王，纵火自焚。所有的恩怨，所有的执念，竟于星土裂，都随着这场大火化为了灰烬。
前世种种，如梦一场。沈怀安、宋静云，你们这一世的结局，终究还是回到了原点。齐王的事过去后，我生了孩子，也养好了身体，那些前世的恩怨，今生的纠葛，都已经烟消云散。今日天色极好，风和日丽，你这段时间在府里闷坏了，我带你出城走走，去郊外散散心。好，正好也带孩子出去晒晒太阳。这日天好，林燕带着我又去了南山寺。我跪在佛前，内心平和安宁。还了愿之后，我又默默地许了新的愿望：愿岁岁平安，愿年年顺利，愿我们一家三口永远幸福安康。舒儿，下次我们还要一起还愿。那可要很久了。为何？因为我许的愿是和你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